在北京官场有一条不变的潜规则，谁掌军权，谁就是老大。如今这条规则正悄悄上演新版剧情，新晋大男主已经上线，他就是正在向观众们走来的军中一哥张幼霞，大步流星地走上了历史舞台 C 位出道。而过气的男一号习近平去哪了？他自己可能也想知道，而习身边的亲信也都角色下线，剧情杀青，纷纷提前领了盒饭。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不是还有超级玩家？观众朋友们请坐好，红潮大剧院已经换了导演，换了剧本，为新主张幼霞量身打造的年度实景大戏正在热播中。谁还记得已经退居群演的习近平是谁？故事的最新开场是这样的：张幼霞，这位年逾70的中共军委副主席，红二代之中的老炮，突然视察了阅兵办。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了左右护法，中共总参谋长刘振立和中共军纪委书记张生明。军中3大实权人物齐聚一堂，气势如虹。而习近平呢，原本最爱站在前排高喊同志们辛苦了的总指挥，如今却没出场，可能还在家里练台词，我不是不能来，我是战略性低调。话锋忽然一转，张幼霞坐镇阅兵办，阅兵办就变兵变现场，变成了将军们的突袭表忠大会。据前中共海军中校姚成爆料，这场视察过后的座谈会上，场面可谓火药味浓到能点火箭炮。将军们齐声高喊，我们只接受张副主席检阅，不然我们就罢演。这可是坦克、导弹、机动旅全上阵的大阅兵，结果集体说不给张副主席出场，我们就不演了，简直像是一场不开火的兵变彩排。军中无戏言，军头们都只听张副主席的，没有习近平的位子了。过去10年，习近平的反腐大刀砍得军中血流成河，什么军改更是改得人仰马翻，将军们憋了一肚子气。这次终于找到了一个集体开口的机会，给习近平送一记耳光的同时，对张幼霞大献殷勤。阅兵办座谈会终于开成了将军吐苦水大会加张副主席粉丝见面会。那么问题来了，张幼霞真的要夺权吗？至少军队再也不能被瞎折腾了，老子还在，小习别想乱来。按掌兵马大权的张幼霞已在军中动作频频，有消息称他早在6月份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直接宣布自己代理军委主席，等于给习近平发了张军中居留单，你留在政治局，我留在指挥部，咱俩谁听谁的？当然是从军帽底下看真章，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据说会议否定了习近平2015年开始推动的5大战区制军改，主张恢复7大军区，重建4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要重塑作战链条，用军事上的绝对效率取代习近平的政治上绝对忠诚，要实行军队国家化。看来习近平军权这回是真的松动了，那张政治上绝对忠诚的牌已经打不动了。张幼霞进行的学习大洗脑，不是学习强国，而是学习强人下台后怎么当新强人，这叫刀未出鞘，血已染衣。但你以为张幼霞真是凭一人之力就能让全军将领站出来集体喊话，那就太天真了。疯传这背后多半有整个红二代元老院在暗中拍板，毕竟这些再生的老元帅、老常委
这些红墙老人虽然身在疗养院，心却住在中南海。他们不刷微博，不看抖音，但对军队动静比谁都敏感。他们不想再让习近平一人乱搞，把原本还能打的部队变成口号军、背书军和挥舞小红书的仪仗队。于是这群热心编剧们给军方打去电话，你们要贯彻集体领导原则啊，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啊。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们不能再让那个人一人说了算了。于是在元老院加军中实权派的联合支持下，张又侠亲自操刀，清洗习家军计划正式上线。苗华倒了，何卫东没了，代表习家军全歼，习近平也要彻底退市了。张又侠也不傻，他知道如果不把福建帮从军中扫出去，自己随时可能变成下一个被消失的高层，于是刀口朝内，不留情面。习近平当年在军委里搞平衡，各派都有一杯羹，如今看起来他不是在玩平衡，是在玩火，直接喊坚持军委主席负责制，全军坚决维护习核心中央的福建帮没了。习当年让张又侠留任军委副主席，不就是想用他来镇住那些对习不服气的军头吗？没想到最后张真镇住了，只是顺带把习也镇没了。毕竟张爸是中共建政初期的上将张宗逊，和习爸习仲勋是老战友，堪称红色世交朋友圈中的骨灰级成员。看着军中不抢风头不争地盘的老好人，怎么就和习近平有意的小船划着划着就划翻了呢？传说习近平怒骂他是张学良搞政变，是否预示着一场已经发动但未公开的军事政变正在上演？但张又侠是不是会解体中共？拜托，我们不能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他毕竟是红二代中的正统，应该不会给你走什么民主自由的梦幻路线。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靠皇帝梦，而是靠全民的觉醒。真正上场的将是人民书写的终极剧本和10亿观众的掌声。在中共权力的肥皂剧里，大男主习近平即将过气，身边的老铁们不是消失就是翻车，而那位陪跑多年战功赫赫的男配靠着一个背影杀逆袭登场了，他就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前不久的中共人大闭幕式上，当习退场时，众人表情到位，动作标准，上演了一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感人场面。只有高冷的张又侠没陪笑脸，甚至连身都懒得转，就那么背对着习，专心忙着搓手，仿佛在搓核桃，让他冷不防地从众多高层中杀出重围，站稳 C 位。中共政坛讲究肢体语言胜过千言万语，张又侠气场炸裂，简直像是给全场塞了一颗政治深水炸弹。这不就是现场版的老子不伺候了吗？张又侠搓手，好像又搓出了一整条新的剧情线，怎么活脱脱的就从习氏传演变成不好意思我才是最后的大 boss 了呢？如今中共军中似乎风向已变，谁才是那个棋盘稳棋子多还会笑着说请君入瓮的人呢？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识海秘辛，我是邵峰。张又侠1950年直接出生在将门虎穴，他的父亲张宗逊是中共上将，曾就读黄埔军校，还曾作为毛泽东的保镖，与毛形影不离。
所以喜提禁卫上将的称号。不过这个禁卫上将怎么听也是个保镖的人设。张宗逊没能当上大将，据说是因为他曾在关键战役上指挥失误，连毛都说他该厉害的时候没厉害起来。张家2代的父子上将，儿子张幼霞就不一样了。别看他表面上看起来像个老干部，但内核可是真正的打仗派。18岁入伍，参加过中越战争，真刀真枪上过前线，和那些只在阅兵场上耍耍威风的纸片将军可不一样。张不但会打仗，还深谙宫廷套路，堪称2手都很硬，所以官运一路飙升，从地方军团的连长一直干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资历深，根基厚，从北京军区到沈阳军区，从买枪买炮卖飞弹的装备发展部，再到握住枪杆子的中央军委，张幼霞才是军内真正的山中老虎。去年3中全会过后，习近平虽然一直高调现身，但网络上中风、替身、政变的传言满天飞，张幼霞也跟着开始活跃了起来，接连出席军中活动，甚至表情管理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呢。以前他不是玩失踪，就是苦瓜脸，眼神总像谁欠了他2条航母那么冷，而现在的他笑嘻嘻的时候明显多了，这种气氛不对呀。难道他是换了新剧本了？反正现在的传闻是越来越真，张幼霞得到元老派和红二代的支持，已经夺得兵权，看来是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张幼霞的老爸张宗逊与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算是革命铁杆，他们曾在西北第一野战军并肩作战，习是副政委，张是副司令员，2个好搭档都是陕北帮或者西北帮。张习2家是红色世交，张幼霞比习近平大3岁，2人算是发小，友谊的小船也划了几十年。说起习近平的3连任能稳稳地做到现在，张幼霞绝对是背后最大的功臣之一。早在2015年，中央警卫局传出政变风声，张幼霞临危受命，率领38军直接进驻中南海，来一波王者护驾。这38军被称为护卫北京的万岁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这一波操作把前朝老军头们的御林军瞬间清洗，让习得以安然度过最惊险的一关。再到2021年，就在习近平寻找3连任的关键时刻，一些残留的老军头们又在准备重现历史上的夺门之变，一时间风声鹤唳，空气中都弥漫着政变的疑云。一些军政大员举棋不定，不知道在习与江派之间这场一触即发的恶战中选哪边站。这个时候还是张幼霞又出来发话，鼎力相助习击退政变，稳住军心。这位红二代司令曾经是习最强的军事护法。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张习2人逐渐离心，渐行渐远了。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一连串军中高层落马，被查的将领还多是张的嫡系小弟。尤其对装备发展部，习近平下令倒查大行动，把时间线刚刚好卡在了2017年10月。那年头谁掌舵装备部呢？张幼霞啊！再往根上查，那就要查到张了。你说这不是针对谁，谁信啊？在那块油水丰厚的地方，这口黑白难辨的大锅，张幼霞一个不经意的转身，就已经稳稳地扣在背上了。习近平的这波操作
对装备系统的军队大清洗，显然是触动了张幼霞的蛋糕。张估计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兄弟一场，你这是磨刀霍霍，准备鱼肉我呀。张在军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如果真要反击，他是可以凭实力动手的。这不，张幼霞已经踏上了逆袭之路，还顺便把主角的位置给抢了。习近平恐怕是军权旁落了。看看现在军中纷纷落马的大将，就知道是习近平要抓他们呢，还是张幼霞动的手。这场军中的战斗也不止张习之间的恩怨，之前军中一哥的有力争夺者还有另一个军委副主席，目前已经失联的何卫东。何的派系多是习近平的福建帮心腹台海派，而张的派系多是扛过枪上过战场的越战派。两个军委副主席毫不掩盖他们之间的水火不容。而习之前玩了一套军中版的攻心计，虽然内心偏爱的是福建帮铁杆们，但表面上那是雨露均沾，让双方相互制衡。结果怎么样呢？看来是玩砸了，因为剧情已经反转，习家军失势，张家军上线。要玩就玩真的，谁有功夫陪你们玩制衡游戏？习近平费尽心思打造的政治建军，如今成了政治建军连环爆。他在军中的3大羽翼被剪，嫡系31军几乎全军覆灭。习最倚重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人间蒸发，军中人事操盘手苗华铁定出事，就连习最信任的大秘原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也被流放防守国防大学的门口，实权被拿掉，铁三角全出局了。习已经没有王牌可打。此外，习亲自提拔的中共武警司令王春宁、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海军政委袁华志和前陆军政委秦树同等均传被查。不对呀，之前军队反腐抓人，不都是抓的张幼霞的旧部吗？现在怎么风向反转，查的怎么都是习近平的亲信？有专家分析认为，是张幼霞出手了，全面反攻，清洗习的人马。他重点扫荡完何卫东和苗华的地盘东部战区，5大战区的换帅行动就已收官，确立了自己最擅长的陆军为王的军管体系，而习已经指挥不动枪了。而张幼霞的势力呢，不但没事，还在一路开花结果。他的亲信李乔明现身人大，打脸外界出事了的传言。他的老部下傅文化也升任武警副司令，晋升中将，传闻还准备接任司令。这是什么节奏？这是武警这把刀，张也顺便握到自己手里了。更夸张的是，美国等国际友邦也很识货。去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问北京，点名要和张幼霞谈谈事儿。美方好像也知道，中共军方那个值得谈谈心的已经姓张不姓习了。然后张幼霞又跑去越南续兄弟情，受到了越方罕见的高规格接待。张在外交场合寒暄自如，笑脸相迎，还大谈什么历史大事、政治交流、经济合作，讲得好像他才是国家主席一样。不过张幼霞这特殊的分量，难道友邦都收到什么情报了不成？实权人物4个字就差直接刻在张的脑门上了。反观习近平，倒成了孤家寡人。习一尊、习核心现在似乎没人提了。他前不久去云南昆明驻军视察，中央军委居然没人奉陪。之前无论习走到哪里，都有一大堆跟班的呀。
但他怎么没去福建视察嫡系的31军呢？而且习近平去年还跑去安徽桐城六尺巷感叹人生，还说什么来这里看看很有感触。这种感触大家都懂，因为这巷子以让他3尺又何妨而闻名，原本就是古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象征。搞不好习也是跑去那里寻求心理疏导的，看来习也是要隐退，让他3尺了。这哪是6尺巷，根本就是退场门啊！现在看来，张又侠才是那个稳坐钓鱼台的人。未来中共军方的风向标在哪里，还得看看军中真正的大导演在哪里站着呢。张把局势拨弄成有利于自己的最好剧本，一切才刚刚开场而已。话说千古奇书推背图到了第46项，忽然摇身一变，仿佛成了一部中南海特别篇。他的颂曰：有一军人申代公，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大家都在猜这白头翁是不是在说习近平，毕竟白头翁这3个字不就有点像习字吗？但更令人兴奋的是，谁才是那个从后门溜进地宫的勇士呢？这问题大概也是让习睡不好觉的原因之一。再看这位申代公的军人，别说还真有天选之人张又侠。这老翁不仅姓张，直接代公，还又侠，听起来就像挑战武林盟主的大侠。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呢，光是名字里有个东，也马上让大家脑补上东边门的画面了。感觉中共军委简直变成了群侠传。有些人还说东边门里伏金剑，那就是东宫嘛，也就是说习的接班人早就准备好了金剑，只等一声斩立决。可问题是，之前的储军们处来处去的都处成了报废品，军方的这2个副军头倒是更像天定的主演。一句话总结，别惹老张，这不是一般的军头，这是个会真上战场的狠角色。而何卫东是否会被扫地出门，还是会反杀回来，这场大型武侠宫斗剧不会烂尾，剧本还在写，只是看谁是最后一个推背的人。中共20届3中全会后，中共政局波谲云诡，各种谣言满天飞。虽然男1号习近平已经闪亮登场好多回了，但总有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不是疯传出来亮相的是习的替身，就是质疑央视画面造假，各种移花接木。而总被安排吹响政变号角的另一个大男主，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近日也结束了隐身，出现在全军学习贯彻3中全会精神宣讲的首场报告会上。张又侠在讲话中虽然2次提到习近平，但表现得似乎不如以往那么忠心耿耿，也只字没提习思想、习核心、效忠习什么的，给人的感觉反而是在淡化习一尊的权威。这中共的内部真的没有发生点什么事情吗？张又侠对习的忠诚度为何大不如前？2人划了几十年的友谊的小船，如今为何终于要翻了？大家好，我是田真。张又侠和习近平算得上陕西老乡。张1950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张宗逊是中共上将，曾就读黄埔军校。在中共高层起起落落的内斗中，张宗逊从未站错队，始终站在毛泽东这边，还曾作为保镖与毛形影不离，所以他也被后人称为近卫上将。中共建政前后，
张宗逊担任过中共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共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张宗逊和习仲勋还当过亲密战友，他们在西北第一野战军并肩作战的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是副政委，张宗逊是副司令员。两个好搭档同属陕北帮或者西北帮，所以习近平和张又侠两家是世交，两人是发小，私人情谊浓厚。张又侠就生长在军队大院中，青少年时期就读于中共权贵子弟云集的北京景山学校。1966年文革刚爆发不久，他曾一边拍着篮球，一边吵吵嚷嚷地表示要做红色江山的接班人。1968年，18岁的张又侠正式参军入伍，在部队中因受父辈余荫，他确实被当作红色江山的接班人在培养，特别是其在中越战争中的优异表现，让他完成了从连长到师长再到军长的3级跳。张又侠在中共军中深耕了大半辈子，在其军旅生涯中，先后担任过北京军区副司令、沈阳军区司令、共军总装备部部长、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等等。2007年，他晋升为中将。2011年，胡锦涛在卸任前授予他上将军衔。张家两代人换来了父子上将的称号。2017年10月，中共19大上，张又侠出任中共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上，72岁的张又侠虽然超龄，但破格留任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排名升到第1位。这种安排倒是可以陪跑3连任的习近平。习近平上位后，牢牢地握住了出政权的枪杆子，以贪污腐败等罪名将一批军中大佬拉下马。江派的军头，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人马纷纷落马，而军中的老大哥张又侠历仕3朝，手握重兵，有实力助习近平一臂之力。当上军委副主席后，更是率领全军，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狠狠地稳住了军中大局。2019年12月17日，中共第1艘自制航空母舰山东舰交付海军，习近平意气风发，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张又侠以仪式主持人和军委副主席的身份紧随其后。2021年10月11日，中共军报《解放军报》突然发表文章，常令名节不堕地，大谈明朝著名的历史事件夺门之变。所谓夺门之变，是指明朝太上皇朱祁镇发动复辟政变，夺回皇位。解放军报赞扬的是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在整个夺门之变的过程中，于谦为顾全大局、巩固社稷，手握重兵，但却听之任之。解放军报的这个暗示不要太明显，如果太上皇江泽民或曾庆红发动复辟政变，军方也最好袖手旁观。这个时候正是习近平谋求3连任的关键时刻，一时间政变疑云笼罩着中南海，一些军政大员举棋不定，而张又侠挺身而出，表明立场，鼎力相助习近平击退政变。他利用出席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会议的机会，警告军队内部的那些蠢蠢欲动者，要把内心深处的扣解开，破除认识偏差、陈旧观念、惯性路径，要与习近平的思想和要求相适应。张又侠的这番讲话被中共几大喉舌媒体纷纷转发，
可见在中共党内和军内早已是暗流涌动。习近平早期也曾借力张幼霞，对御林军、中央警卫局进行一场大清洗。2015年3月，中央警卫局全体营级以上官员在学习某个会议精神时，时任中办主任的栗战书和副主任丁薛祥突然进入会场，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和副局长王庆双双被调职。据知情人士向外媒爆料，现场气氛紧张，曹清和王庆被当场缴械，要求立即交出配枪和钥匙，然后被门外等候的2辆车直接拉到各自的新单位报到。就这样，2人甚至没有机会回到各自办公室收拾物品，就被带离了中央警卫局。据传，军队中已落马和将要落马的老军头们不甘心束手就擒，企图策动中央警卫局的部分官兵发动政变，加害习近平和王岐山，结果被习当局先下手为强。中央警卫局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办主任，而副局长王庆就是前大内总管令计划的铁杆马仔。令计划落马后，有部门在监听与令计划有关的通讯往来中截获情报，发现王庆同情令计划，对习近平和王岐山不满，早已引路杀机。在习近平的安排下，时任总装备部部长的张幼霞亲自压阵，率领部分38军官兵进驻中南海，改组中央警卫局。王庆后来据传被抓，一些与王庆关系密切的校级军官都被停职接受军纪委审查，与令计划的中办有密切关系的中央警卫局的人马也不断的被清洗中。中共一直把南中国海视为自家后院，而台湾则被他认为是一块遗失的领土，所以占领台湾或将是中共的最后一步。据环球人物报道，张幼霞个性桀骜不驯，当年他所在军营的首长就曾直言，谁给他当政治搭档都得变成摆设。40多年前，从战场归来的张幼霞就有了争霸蓝色海洋的野心。他向时任中共海军司令的刘华清建议，组建一支海上突击队，部署在南中国海，以便对入侵的外国大型军舰发动突袭。他还自荐要当这支突击队的首任军事长官。张幼霞毕竟背过枪，打过仗，曾是中共7大军区司令中唯一有指挥实战经验的人。他曾在多个场合对台湾问题做出过强硬表态。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领土主权不容侵犯，核心利益不容挑战。中共的另一个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来自习近平的嫡系部队第31集团军。这个军团长期驻防福建厦门，被拟定为对台作战的主攻部队。何卫东目前也是对台各种军事演习的主要策划者。尽管此刻的台海局势不容乐观，中共总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武力恫吓，好像随时都会对台湾发动攻击。但是张幼霞和何卫东都是陆军上将，陆军出身，而打台湾主要靠的是海军、空军，或是海军陆战队才行。这旱鸭子估计打不赢水仗，而且习近平一直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人心惶惶的中共将领和官兵们还有意愿攻打台湾吗？还具备对台的战斗力吗？反正据传在查火箭军的时候，军队里有80%-90%的将军们不愿意打台湾。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上，
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坐实贪腐罪名被全部拿下，一撸到底。其中被李尚福严重污染的生态范围主要集中在军队的装备领域。2017年至2022年期间，他担任装备发展部部长。这个油水肥厚的部门的几位将军也都卷入了腐败。习近平下令倒查，要一直查到2017年10月。2017年10月，这是个什么时间点呢？为什么就不继续往前追查下去了呢？这个时候正是李尚福接替张又侠执掌军备发展部的初期。再往根上查查，那就要查到上一任部长张又侠那儿了。李在最有油水的地方没经得住考验，难道李的老上级张又侠就能出淤泥而不染，张就会干净了？目前被干掉的军方将领，他们主要来自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其中至少有3位是张又侠的直接部下，他们分别是张玉林、姚文敏和吕红。习近平打狗已经不再看主人了，那么这些人会不会供出张又侠？如果供出，习会不会去查他？种种这些因素免不了让张暗中对习升起忌惮，加以提防。张又侠肯定不满习近平清洗军队，两人之间的实际关系可能早已起了变化。而对于习近平而言，张又侠是真正的红二代，在军中可是一呼百应，自己的地位可能都赶不上在军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张。如果张又侠要真动手，他是可以凭实力动手的，不像其他人连个真枪真炮都没见过。习近平用完张又侠，现在想直接抛弃，可能闹得动静会太大，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算了，我还是先放他一马，一旦有风吹草动，倒查装备这些账，到时候咱们再一起算。我再看看未来还有哪些锅可以甩给他。看来他们60年的友情快翻船了。张又侠或许目前没事，但难保将来没事。张的日子不会太好过，军中的内斗也越来越公开化了。今年年初，中共2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在党媒的排名出现异动，引发涉及内斗放风的联想。两人的地位难道有了什么微妙的变化？2月8日，新华网发表文章，张又侠、何卫东到驻京部队调研并探望慰问官兵。但人民网转发新华网的这篇报道时，将题目改成何卫东、张又侠到驻京部队调研并探望慰问官兵。何卫东作为习近平的福建帮心腹，在中共20大被破格提拔为军委副主席，排名在张又侠之后。而如今中共党媒公开将何放在张之前，或者在暗示两人的地位可能有了微妙的变化。张又侠毕竟年事已高，未来可能要退役，让位给何卫东。在今年中共军队学习习思想的主题教育会上，何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而张又侠没有作为军方的领导人出现在会场。而去年的同主题会议情境却大不相同，当时是张又侠主持会议并讲话，何卫东做动员部署。过去的18届军委2名副主席范长龙和许其亮，以及19届军委2名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双双参加活动的机会更多一些，显示2名副主席的关系还算不错。但张又侠和何卫东一起活动的时候就相对少些，不清楚是否因为两人有点水火不容。在去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何卫东得宠坐在前排，张又侠处境十分不妙，被安排在最角落上，他愁眉苦脸，一副忧伤的模样。
今年1月16日，省会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发展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在台上发表讲话，张又侠坐在台下，表情惊人。据新华社发布的现场视频，只见他眉头紧皱，呈现凸字头，两眼突出，面色严峻，似乎有仇恨的样子。张又侠又在仇恨什么呢？有一种猜测是这样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确定出事之后，军委会联合参谋长刘振立一度被认为是国防部长的顺位继承人选。张又侠与刘振立是参加过越战的上下级，刘振立被认为是张又侠的人。可是习近平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董军，这必然会导致有实战经验的张和刘对习离心离德。习的做法被认为也是明显对刘振立的不信任，同时也是在防范张又侠。尤其此次三中全会后，习近平和军方的关系更加备受关注。于是习近平中风、军委大地震、张又侠发动政变等等传闻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我们一开始讲的张又侠近日的反常表态，似乎也在暗示，即使习近平高调露面了，他的权威已经不再是固若金汤。三中全会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正在撬动中共的内部根基。谁将是最后的赢家，谁又将是最大的输家？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中共内斗持续激烈，军队遭大清洗，近期又被曝清洗涉及100多名将领，但官方消息迷离。最近一个明确的是，3月26日，中共中央军纪委副书记唐勇中将被撤销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按官方惯例，唐勇已落马。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此前已被传落马。美国国防部官员也透露，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何卫东已遭罢免下台，但中共国防部直至3月27日仍回应外媒称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按中共的惯例，何卫东被查子弹也会飞一会儿才落定。公开资料显示，唐勇1967年出生，籍贯不详，曾担任中共南京军区军事法院第一审判庭庭长、军事法院副院长。2009年，唐勇升任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负责秘密审判军官，握有无数机密。2015年，在习近平军改中，唐勇调任总政治部纪委工作。2017年晋升少将，2019年12月任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专职副书记，后于2023年3月任武警部队副政委，晋升为武警中将。2023年年底出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习近平早年曾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主政，这3省市都属于南京军区范围。历来各省一把手都与驻军关系密切，南京军区许多军头都被指是习的嫡系，而唐勇能在习近平入主中南海后频频获升，并担任军委政法委和中央军委纪委重要职务，显然也是典型的习家军之一。唐勇担任中共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期间，何卫东2013年1月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2013年7月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2014年3月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和唐二人有工作交集。唐勇2023年年底出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时，军纪委正处在风暴中心，因为处理火箭军及装备腐败窝案涉及复杂的关系。当时唐勇是在军纪委书记张生民的领导下，负责调查军队高级将领的违纪违法问题。据早前外界对军中派系的划分，
出身原福建31集团军的何卫东和苗华都被归入习近平的军中福建帮，而张幼霞被认为是陕西帮，因为和张幼霞都参加过越战。中共军委委员刘振立被认为是张幼霞的人，同是陕西人的军纪委书记张生民属于张幼霞的陕西帮，但何卫东是分管政工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包括领导中共军委政法委和军纪委，这又使军中以反腐为名的清洗变得更加复杂。今年1月10日，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军纪委扩大会议上再次要求军队维护习中央，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何卫东当时表态，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军报严厉批评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有人把江湖习气带到党内，搞家长制、一言堂。虽然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内容却明显指向习近平的决策风格。文章还称，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是党委领导的最高原则，首长分工负责是党委决策的执行机制，而这和习近平近年一再强调的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军委主席负责制恰恰相反。此文引发一些臆测，认为习近平可能面临严重的政治挑战，主要是一帮在声援老干政，他们支持张幼霞实掌军权，架空习近平，并与习的福建帮亲信何卫东爆发内斗。习近平在2022年的中共20大上让习家军全面上位，并刻意在军委中让习家军各派势力均沾，他在中间玩平衡。但随着时间推移，看来习有点像玩火。习在军中有亲密的福建帮，表面上看是因为所谓对台武统的人事布局。2名军委成员何卫东与苗华都在福建出生，均曾长期在驻福建的原第31集团军服役。习近平曾在福建度过17年的政治生涯，原31集团军一直被外界视为习的嫡系部队。何卫东此前曾担任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苗华曾任海军政委，两人也是所谓台海派的代表。结果苗华在去年11月突然落马。张幼霞历来被认为是亲习的太子党，张的父亲张宗逊与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中共建政前就是战友，两家是世交。张幼霞在中共20大上以年逾70的高龄留任排名第1的军委副主席，原来被认为是习近平利用他的军中威信来震慑反习派，阻止政变之类的问题发生。不过这种关系在中共20大后有些微妙变化。张幼霞和被免职的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有特殊的关系，他们都是红二代。李尚福是张幼霞在担任军方总装备部部长时期的下属。2023年7月26日，中共军委要倒查2017年10月以来装备采购招标过程中的腐败线索。这一时间正是张幼霞卸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交班给李尚福之后，随后习近平对中共军方展开大清洗。除了李尚福被免国防部长职务，9名军方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被免，他们主要来自火箭军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尽管习在倒查装备发展部有意避开张幼霞掌管时期，但李尚福有事，作为上级的时任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也有责任。那些已落马的贪将为了自保也会乱咬，可能会咬出张幼霞。张幼霞免不了暗中对习升起忌惮，加以提防，他与习的实际关系已大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共爆发军中实权之争，习可能希望张幼霞提前退役，让位给何卫东，而何卫东则锋芒太露，频频在公开讲话中抬出习近平以宣示权力，他的人马早已迫不及待要张扬。2024年2月8日，
中共新华网发表报道，张幼霞、何卫东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但人民网转新华网报道时，将何卫东的名字放在张幼霞之前。党媒让何卫东排名力压张幼霞十分敏感，这显然不是编辑过失，只是何卫东一派这样做绝对不是好事，因为支持张幼霞的势力会更加不满。有人以为中共20大后，习近平权力更巩固，事实并非如此。早在2023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就盛传中共元老们向习近平发难斥责。中央军委前副主席上将迟浩田也对习近平阴沉着脸施压。也就在这一年，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将领成批落马，包括他上任后或单独晋升上将的魏凤和。与中共军方接近的知情者透露，中共历来是枪杆子最重要，再生的那些元老，只要军方有人亲近他们、巴结他们，就能在高层内斗中制约习，这就会给习带来军权不稳的问题。一些京城耳语流传到海外，有传言说，去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共火箭军向太平洋发射东风洲际导弹，其实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结果，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这一派干的，同时也得到了习的首肯，以显示新上任的火箭军高层工作得力。但党内一些元老挺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认为不能冒进，目前两派还在斗，各战区的军中大佬都在观望。南华早报报道，2023年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军方的人大代表会上提到发展所谓心智战斗力后，何卫东趁机在分组会上批评了军方的形式主义，称要打击虚假作战能力，这可能与采购有缺陷的装备以及训练期间部队中的欺骗行为有关。而在军委副主席分工中，装备和训练恰好都是张幼霞分管的，如此何卫东不但是捞过界，还有点挑战张幼霞的味道。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张幼霞资历老，军中根基深厚，目前未受整肃的一批军头纷纷暗中挺张，而张幼霞又得到中共元老的支持，可能有所反击。也就是在2024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离退休老干部冷杰甫发出公开信，欲中共主动退场。他提到国内消息说，习近平不能事事，党政军的全盘工作落在2名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和何卫东身上，而张和何恰好在内斗。据说与一些中共元老密切的冷杰甫敢这样做，似乎至少印证习近平的权力不稳。据率先报何卫东被抓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透露，3月13日至23日期间，中共军方展开了新一轮大清洗，已处理了100多名军队高层干部，军级以上官员被免职调离者达100-200人，涉及多个军种，军内权斗全面升级。据称，中共火箭军司令王厚斌3月22日在办公室内被当场抓捕。2023年7月上任的新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和新任火箭军政治委员徐锡胜是何卫东的人马，他们早年与何卫东在南京军区有长期共事的背景。何卫东出身驻福建前31集团军，曾任31军参谋长和副军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江苏军区司令、上海警备区司令等职。王厚斌当时曾在东海舰队任职，徐锡胜初时在空军福州指挥所任职，是台海第一线的空军将领，与何卫东更熟悉。王厚斌、唐勇都是掌管军中人事的苗华一手栽培的，何卫东、苗华、唐勇、王厚斌本就是一伙的，而且这不太像习近平自己拿下自己人，很可能就是张幼霞在动手。在何卫东传出被抓之后，
火箭军司令王厚斌和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也传几乎同时被抓。外界有分析将之与台海局势联系，因为赖清德总统最近明确提出对岸为境外敌对势力，推出反共保台17条措施，高喊武统台湾的陆配女子成了第一批被打趴的爱国出头鸟。在大陆这边，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于3月的人大会议上消失，被公布是呼吸道感染，之后却突然现身。有消息说，赵乐际缺席中共人大闭幕式的关键原因是习近平要人大强行通过对台战争相关法案，遭到了赵乐际的拒绝。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近日还在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宣称，军队已升级武器设备，并警告若台独分子或外部势力挑衅，中共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遏阻惩戒。主管军队政工的何卫东恰好缺席了本应参加的这个座谈会，但赵乐际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表态平和，只是说将不断强化用法律惩戒所谓台独。这很可能对应的是何卫东、林向阳这些习家军鹰派军头是想对台开战，主要是在经济下行、内政外交受挫之下，习近平军权旁落以外，他想连任已经无望，唯一翻盘的希望是发动战争，转移危机，夺下台湾，好在党国立威。不过随着一大帮福建系军头被拿下，证实习如同头撞南墙，大势已去。最近还有内幕爆料称，何卫东和林向阳泄露了台海作战的计划，但笔者认为这不太可能。归结看来，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大批将领落马，早已失去军中权威。去年中共建政日招待会上，李瑞环和温家宝分别坐在习的左右，这绝对不是秀团结，而很大可能是老人干政的暗局。据三希堂客撰文分析认为，2024年7月，中共3中全会后，军队最高统帅习近平的实权被拿下，中共恢复了老人当政，形成未官宣的新党中央。在张又侠的直接指挥下，清理了习家军的大部分人马，而何卫东作为习近平的头号马仔，成为习家军何时被全歼的最重要指标。据认为，习家军会被全歼，胡锦涛后台垂帘听政。笔者认为说胡锦涛一人垂帘听政不太可能，胡身体已大不如前，他可能是挂名的，但元老们很大可能是效仿邓小平当年搞出一个新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形式，以老人帮集体控权，而枪杆子在张又侠手上。至于前台的党的总书记，很可能就像邓小平在生时一样，并没有终极实权，随时会被操控甚至抛弃，故此习的存在已不重要。旅澳学者袁宏兵此前爆料说，红二代认为中共21大不能再让习近平连任，他们担心如果习再连任，整个共产党的江山就可能会被习搞垮，所有的共产党家族也就全部完蛋了。基于这个共识，他们不能让习连任，所以正在采用各种办法逼宫。当然，中共红色权贵们以为架空习近平或让习下台就能解决中共困局，就能为中共延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作恶数十年，背负血债太多，气数已尽，已不能走多远，这是天意所在。很可能接下来在激烈内斗中，中共就会突然倾覆。中共军中清洗风声一直未停，但在江派团派退场之后，现在变成了习家军内斗。最新传出的是，习近平的亲信、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抓。但有些特别内情，对中共军队更具杀伤力的是2名最高级官员的内斗。大家好，我是田真。
11月11日，在社交媒体 X 上爆料苗华被抓的是时评作家蔡慎坤、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还有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说，北京红二代圈子里传苗华是戴着头套被多个士兵抓走的。这几位都是人在美国又和中国体制内有些渊源的人士，去年曾经准确爆料上一波军中落马潮，包括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以及一些军工大佬，所以这次有关苗华被抓引发外界关注。说起来，有关苗华出事，评论人士杜正今年2月就在上报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共的军中买官卖官机制几十年不变，由于苗华管全军人事，将官们都要抱苗华大腿，苗华可能是军中第一夫。这篇文章或不是空穴来风，相信发表后会引起军中震动，因为中共军委也有专门翻墙出来看外网的人员，这自然会给苗华进一步造成压力。笔者相信苗华出事是真的，但是苗华是习倚重的军中福建帮，身后对应着现在对台备战的东部战区，习也害怕影响对台威慑的军心，所以会对他网开一面，不会从重处理。不久后苗华又能露面，一些重大的会议他不会缺席，只是他既失去了实权，也失去了部分行动自由，这可以叫软控制。苗华最近一次露面是10月29日，中共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时，他出现在央视镜头中，眉头紧锁。他当时可能已经处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中，属于被露面。今年7月9日，本来是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的何鸿钧升任常务副主任，并同时晋升上将，成为正战区级将领。这种在党政部门常见的人事安排，在中共军队中过去很少见到。在中共体制中，设置常务副职的情况一般有2种，一种是由于正职官员平日以其他重大事务为主，就需要安排一名常务副职代理日常的全面工作，但重大事情要请示。比如在身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下边安排了常务副主任孟祥峰。另一种是更常见的常务副职安排，其日常工作和其他副职差别不大，但是地位更高，它有协助正职的功能，在正职官员外出时，有时可以获授权代理一下全面工作职责，这在许多单位中都有，最高级别的如总理下边的常务副总理。但苗华不见得要忙其他重大事务，也不见得经常要外出，所以这2种正常的安排都不是。这样就只有第3种特殊的安排，苗华被有意安排一名常务副职架空了。军委人事大权由何鸿钧实际掌控，何鸿钧日后从分管日常工作进入到主持工作，因为苗华实际上无法履职，只是挂名，所以何鸿钧上位这一安排最大可能就是为了处理苗华所做的提前布局。负责架空苗华的何鸿钧是陕西洋县人，属于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陕西帮，而中共军纪委书记张生民是陕西武功人。目前中共军中有力的2大帮派，正是以张又侠为首的陕西帮和另一名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为首的福建帮。何卫东和苗华都不是福建籍，但出身驻福建的前31集团军，被认为是习家军中的福建帮人马。在一些台湾专家的解读中，张又侠和中共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因为参加过越战，
都属于越战派，而何卫东和苗华还有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都属于所谓台海派。林向阳于1983年进入31集团军，何卫东和苗华都是林向阳的老领导。陕西帮势力抬头，福建帮处境不妙。苗华受到整肃，对何卫东和东部战区的兄弟们都有负面影响。东部战区本来最受习近平看重，有关该战区的一切都是绝对机密。美军印太司令部一直想和负责台湾事务的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直接对话，至今无果。而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上将最近则参加了美军在夏威夷举办的一次防务会议。在10月14日，共军在台湾周边举办大规模军事演习后，习近平隔日前往紧邻台湾的福建东山岛视察。此岛长年以来属于军事前线。官媒只报道习强调两岸融合，没说他视察军营。但有未证实的消息指，习秘密视察军营，何卫东也曾陪同，只是官方隐而不报。事实上，据中共内部传出的消息，现在中共军队内斗当前最大的看点已经不是谁落马，因为许多信息都不公开，包括去年以来一批落马将领，后续处理也是黑箱操作。知情人士说，现在军中最大的问题是两虎相争，中共2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的内讧。据信，两人的矛盾从去年7月军委装备发展部调查装备采购招标腐败开始。当时习近平同意张又侠的意见，避开张任职这一部门的时期，而何卫东对此颇有微词。张何的矛盾在中共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落马后进一步激化，因为李尚福被查出向上司行贿，应该涉及买官，可能查到了张又侠，这成为张又侠又一软肋，他因此受到何卫东攻击。今年以来，这两人的不和甚至透过宣传口泄露出来，因为在宣传口也各有自己的人。今年2月8日，中共新华网发表报道，张又侠、何卫东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但党媒人民网转载新华社的前述报道，标题却显示为何卫东、张又侠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也就是将何卫东排在张又侠之前，这是异乎寻常的。年已74岁的张又侠是中共红二代，和习两家是世交，所以他在20大留任。一般认为是在军中没有根基的习近平请张又侠留下帮他稳定军心。但近期张又侠频频高调露面，有关他可能在中共元老支持下架空习近平的军权的风声不断在海外网上翻炒，情况有些诡异。习近平10月17日视察安徽火箭军时，张又侠陪同。和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密切的财新网罕见将习和张又侠的名字并列放在新闻标题上。习近平视察火箭军某旅，张又侠等参加活动。中共内部都知道，张与习并列，张就有僭越之嫌。这篇文章标题后来做了修改，去掉了张又侠。中国富豪马云控制的英文南华早报今年3月报道，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军方的人大代表会上提到发展所谓心智战斗力后，何卫东趁机在分组会上批评了军方的形式主义，称要打击虚假作战能力，但中共官媒的报道仅提到心智战斗力。何卫东的批评可能与采购有缺陷的装备以及训练期间部队中的欺骗行为有关。
而在军委副主席分工中，装备和训练恰好都是张又侠分管的。如此，何卫东不但是捞过界，还有点挑战张又侠的味道。何卫东分管军队政工和党建，也就是苗华这一块。但是现在中共军中人士实际上是张又侠和何卫东都在各自使力。过去胡锦涛时期，徐才厚和郭伯雄两名中共军委副主席都是大贪，但两人是同盟者。徐才厚管政工和党建，郭伯雄分管军工装备和训练，两人还各自掌握不同的大军区，有自己的地盘。在军中人事上，当时采取的是双首长制度，军官晋升一定要经2名军委副主席同意，因此给徐才厚送贿赂的人一定会同时送礼给郭伯雄，因此郭在买官卖官腐败中难脱干系。两人在卖官方面相当默契，你生一个我生一个的培植自己人，因此形成军中东北虎和西北狼两大势力。中共官场无官不贪，现在两大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并非同盟者，由于习废除了双首长制度，两人在人事任命上是暗地里各自找习近平讨价还价，然后公开再较劲。军中有人升官之后，别人都知道是属于哪位副主席的人。比如刚升任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的何鸿钧属于张又侠的陕西帮，接替钟绍军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方永祥，福建厦门同安人，则是何卫东的亲信，是何在31集团军的旧部。去年7月上任的新任中共火箭军司令王厚斌和新任中共火箭军政治委员徐锡胜实际上是何卫东的人马。两人早年与何卫东在南京军区有长期共事的背景。王厚斌曾在东海舰队任职，徐锡胜初时在空军福州指挥所任职，是台海第一线的空军将领，他与何卫东更熟悉。习近平第1任期有2名中共军委委员倒台，包括房峰辉和张扬。房峰辉后来被官方认定是郭伯雄的马仔，是野心家，被判终身监禁。张扬则上吊了。房和张都传闻涉及谋划政变。习的第2任期中共军委成员中，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卸任后不久落马，魏也是中共18届军委成员，他并且是习上任后首个晋升的上将。习的第3任期已坐实落马的中共军委委员有李尚福，如果苗华再出事，再加上2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又持续内讧，这届军委情况更不妙。去年以来曝光的中共火箭军窝案和装备系统腐败案，牵涉大批军队将领和军工企业老总，代表习近平上台以来搞的军队反腐和军队改革已彻底失败。不少外界专家认为，系统性的贪腐问题是中共内部的政治癌症，无药可治。但突发的政变更可能是习近平更担心的内部政治核弹，而非外部的袭击。就像毛泽东当年对林彪的防范，以及邓小平对党内其他势力的清洗。习近平近日在秘鲁利马再逼美国总统拜登明确反对台独，拜登则呼吁北京停止在台湾周边进行破坏稳定的军事行动。此前，习在祝贺川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时强调和平共处。其实习近平心里清楚，有美国支持台湾，中共军队是打不赢的。特别是如果他回头看看国内，经济下行而民怨积压，各类社会恶性事件频发，代表中国社会情况糟透了。再加上军心不稳，在重重危机之下，
习若对台海发动战争，中共政权内部自己就乱了。这里是大时局，时好日新，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